5秒后开始，即将开始移动，请注意安全。朋友们，我们今天来看小米鹏程的 N90，它能够给你体现的空间有多种多样。就是大家现在呢，一见 SUV 你就感觉说，哦，其实很多都差不多。我估计大家已经看了很多了，但是今天小米的这个车在铺的很满的这个战线上，它找到了一个不同的产品定位。现在带3排的车其实6座居多 ，N90它给你做了一个7座，就是当然市场当中也有其他的7座。我现在呢是1、2排对坐的模式，这个大家可能在以前 MPV 上见过，但是你应该也是第一次在一个 SUV 上看到。2、3排共轨什么意思啊？就是2排和3排它们安排在一个轨道上面，这个轨道呢有1.93米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让小野同学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不到5.3米，轴距不到3.1米的一台 SUV， 它的空间上大概有几种玩法。我们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布局，叫百变客厅，就是它的这个对坐模式。下一步，在开始前确认前排、3排及中央扶手周围无人，且未放置物品。然后你点已确认。5秒后座椅即将开始移动，请注意安全。好，座椅正在移动，请注意安全。它其实是要点已确认，然后才开始倒计时的5秒。如果你不点的话，这个座椅它不会就是马上自己就开始倒计时，这个还是挺安全的。然后你看啊，现在2、3排的椅子一起在往后退，中岛也滑过去了，然后1、2排的椅子也在一块转。我现在1排的门开着，我是没有办法上下车的，还是要走2排的这个门能够正常的出入的。来，咱们现在上人。一上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除了有踏板，它是有台阶的，它是踩了一个电动踏板之后，第2节是台阶，这样你才能够上车。好的。然后我们俩现在就是在这儿就能够把门关上，挺宽敞的，我觉得咱俩都可以调上，是吧？就完全没问题。然后还有就是扶手这头这样能打开，然后再给大家上一下小桌板，来。对，它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旋钮，它在杯垫当中就膨胀了，然后这个桌板就能够固定好。这是等于说4个人一起用的这个桌板，就是能够横能够竖，但是如果你想偏向谁，以谁为主的一个轴儿转，它是没有办法实现的。我们的冰箱呢，也是在这个中岛的下方，它是一个9升的冰箱，也是带压缩机的。说一下这个屏幕啊，它是一个21.4的一个屏幕。当对坐的模式下，建议大家是把这个智慧屏收起来的，因为前排的这2个椅子这个屏幕多少有点碍事儿，就是小心撞脑袋都有问题。所以你看，把电视整个收起来，是不是这个空间上它就感觉舒服很多？然后大家可能会想说，哎，那这个中岛来回跑的，我这个充电该怎么解决？它充电的前方这儿是给了你一个无线充电，中岛这儿它是有2个 C 口的，然后咱再往前看，这边也是有这种双 C 口的，只要你带几根线就行了。还有，如果你使了一个这种4人的这个桌子，那你的2个杯垫就被占用了。那2排的这2个人，他的水应该放在哪儿呢？咱们往后看啊，就是本来给3排的杯垫，这不是2排的椅子可以无限的往后挪吗？哎，我的水杯垫就可以用3排的水杯垫，所以你就大概能想象得到它是怎么能够获取到的这个空间，就等于现在2排已经基本上到了3排应该在的那个位置上了。还有一个，我行车的时候能不能副驾也是这样转过去的一个模式？不可以。我们得到的厂家的说法是，如果说你的2个座椅不恢复转过去的话，车是没有办法挂 D 档的。但是今天是一个静态的试驾，这个事儿我们还没有办法去验证。反正大家就知道说不允许啊，法规也不允许，安全方面的角度考虑都不允许。大家知道啊，就是很多车现在是有4把0重力的，就是如果你选了这种对坐的座椅，前排是不可能有0重力的，你必须2选1。所以同学，你会选0重力座椅，还是选择说我要一个这种大客厅的模式？然后以往啊，好多人都会觉得说电动门没啥用，害怕各种夹道什么的。但同学，你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个使用场景，对吧？
就如果说我是这样对坐的模式，我想下车的话，那电动门是不是就变得非常的有用？但是你也可以不摁那个机械的拉手，就是你直接在上面这儿就可以。因为如果你要是手动的门，我这么打一下，然后我得使多大的劲儿，我能把这样的一个门打开？这不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吗？然后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，就是上方这是什么？我最开始的时候以为它是个镜子，然后上来就点了一下，但实际上呢不是，按着也没反应吧？它的开关在这儿，它也是一个灯，左右两侧都有。然后当我再按一下的时候，就只有这种常规的阅读灯亮，它就关了。再按一下，阅读灯也都关了。正常我这样就一个4人座的模式下，那这2个灯就变得照明很有用了。自定义的模式。工作模式、4份模式，也可以选择帝王模式。那同学，咱们今天要不要来一下帝王般的享受？我们试一下帝王模式啊！已经进入帝王模式，已经进入帝王模式，来吧，同学们，登机！帝王模式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，副驾的椅子往前推，然后往下扣，但它不是完全放平啊。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这就是你能够获取到的2排右侧的一个最大空间。它有一个工作模式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个模式它叫工作模式，就是万一有一些事儿处理不完的话，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模式。当然，比如说小朋友临时上个网课啊，写个作业啊什么的，这个模式也可以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适配的桌板是卡在轨道上的，去给大家找一下啊。它就等于这两边不是有个轨道吗？它是一个轨道桌，然后你把它卡好了之后，这下边有一个固定的装置，它的这个侧面就角度这边都可以调，然后下边还有个滚轮，可以调它的这个高低啊，就可以在这儿斜一点或者半门弓，大家理解一下啊。然后当然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可能车上还有其他的人，那你可以在这工作，然后这个人就可以把零重力打开。他可以自己玩玩手机啊，或者什么看看电视啊什么的。我觉得他才是帝王。这个座椅现在就进入到了牛马工作模式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这个百变大床。你看啊，它的百变大床模式上面是有1、2排成床和2、3排成床的，这就是1、2排成床，它会让你摘头枕。然后2、3排成床的模式，它是把2排的头枕这样来翻过去，然后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床。它在这个模式下其实是让我们把头枕卸下来的。好，然后它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大床模式。请检查座椅是否有障碍物阻挡。你看它很聪明，它知道那边的头枕没卸下来，它没有一味的往下压啊，那样不就会出现咯一下。咱们可以在这个模式下去看一眼后备箱的空间。我们现在啊塞了3个20的登机箱，就是正常登机箱的大小啊，然后给大家关上后备箱盖啊。应该问题不大，可以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有大床模式的话，你不用把你所有的后备箱的东西就都折腾出去，这应该对于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满足的。对于我妈可能不行，出门跟搬家似的，肯定不行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事情要说。3, 2, 1。极致储物模式，就是你有巨多的东西的时候，这个2、3排轨道怎么使？展示一下拉货模式。它是2排轨道挪到了最前，然后一直在挪动3排啊，这就是极致储物模式，这就是你能够获取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后备箱，拿来拉点什么都非常不错了。后备箱这边12伏的电源和220伏的电源都在，两边都有灯，包括这边3排的椅子的这个挪动啊，还有正常式放倒这些椅子的模式也都在这儿了。然后它还有一个模式呢，就考虑到了说，哎，我4个车门不是都有机械的门拉手吗？后备箱它也做了2个这种门拉手，就是给大家来逃生的。一个是在下方，它是担心如果说你后备箱有东西的时候，这会儿可能会挡住。所以它在这个上方还做了一个安全方面考虑的挺全的。咱们现在恢复默认啊，3排都坐满人，看一下它的空间表现怎么样。我们现在3排都坐满人了，已经很久不用这种量拳头的方法了。来展示一下啊，看一下我坐3排，1、2、3，我是3拳的一个距离，镜子你量一下。
好，2排是2拳多一点的一个距离，就给大家一个参考。就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空间，一个是因为地板是纯平，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轮包做的实际上也是比较窄，所以它椅子来回的这种变化，包括3排的椅子比较宽的一个乘坐空间，这都是它的一些优势。它这后边是一个天幕，里边是带灯带的，有电动的遮阳帘的，前排有一个手动的天窗，然后我和2排都有这种手动的遮阳帘，这边还能够再往后挪一点，也可以再往前，包括我的椅背这些都可以具体去调。我的椅子后边是有一个按钮的，我点一下，它是往后退了，它的便捷是等于说你这不是要出去吗？它把2排的这个通道给你变大了，然后整个的车内的距离是1.2米多。前排跟大家说点，就是不是一个移动的中岛嘛，就我这儿也是有一个按钮的，我这儿也可以让它往后挪。如果说我们俩的椅子再多往后一点，其实我俩之间这儿也是一个通道，这边是有一个储物的，它有点像是一个大立柜的一个模式。比如说你从这儿甩线，然后把手机放到这儿来充电，其实也可以。然后这底下还有这样的一个大抽屉，它就是等于说把所有的空间都利用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是传统的出风口，但是上方你能看见，哎，这两边都有。它是能够上下调，左右调的幅度也都比较大。这个隐藏的空调的出风口，它都能够去调它的风向。这儿是一个8.8的一个仪表，这是一个16.1的一个中控，然后前方呢是一个20的 HUD， 它没有放副驾屏，就整体副驾的这边是比较简洁的。它不是昆仑架构嘛，咱们这儿能够看得见。还有就是小米是喜欢有这种螺纹的接口的，但是这次螺纹的接口呢没有出现在上方，是出现在了侧面。我还专门问了一下这个直机的摄像老师，他说就是有一些你的拓展的架子，它要比上方的这个位置调节的范围能够更大一点。再有就是这边都是有取电的口的，就是你不同的设备，比如说15瓦的、17瓦的，最大是能够27瓦的。还有一事儿，大家想到没有？刚才咱不是聊空调嘛，就是你的设备呢，可能都会有这种发热的一些情况啊。它正好就架完了设备，就在这个出风口这儿吹，就能给你的设备降降温，不至于说热了之后然后棒关机了。还有这个，它是没有流媒体的后视镜的，它就是一个传统的后视镜。到时候你也可以选择在我的这块屏幕里边来调取后视镜的影像，不用大家说的是不是倒档的时候它才能够出现。你可以选择让它一直出现。这台车呢，前方咱们看见了是有激光雷达的，它后方也有一个激光雷达，它没有用2侧的激光雷达的方案。然后他说了，我后方的激光雷达呢，就是让大家在一些停车的极端的情况下去使用的。几种座椅的模式，除了这块中控屏和后方的那块屏大家可以去调以外，它也有实体按钮，就在这个 B 柱门板的侧面，你也可以一键直接就实现它的对坐。就是大家可能会感觉说，哎，你看这台车的顺序跟看其他的车不一样，是因为就是它整个在空间上就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去告诉你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它的基本的信息。90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只有 Max 版的，它只有一个电池，就是76度的一个电池，续航 CLTC 是464，60升的油箱，92号的油就可以了，满电是能够跑1700多，它是大电池大油箱的版本，它没有用现在很多9系的，比如说全主动悬架呀、线控转向啊、后轮转向，它的转弯半径是在5.98米左右。通过性上，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在动态的时候去给大家感受，但是它没上这些东西，它会有一个好处，入门的价格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实际。大家可能会感觉说，哎，我获得了一个百变的空间，续航也可以，我又没有说在整个的用车上花太多的钱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馈电油耗的表现也不错，在后续的时候实际的跑一跑啊，我估计到时候可能也会有好多的账号会带着大家去跑里程。外观这儿呢，就是留给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都是这个青色，也许到时候上市的时候，雷总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信息。今天咱们是双车，看完了90，来看70。那台车是5.2米多，它呢是4.96米，
宽是一模一样的，1998，高1.76米，轴距2.95米。那台车的定位是一个7座，它的定位是一个大5座。刚才我们说的那台车的电池呢，它有一个中创新航的76度的一个电池，它也有这个76度电池。我们今天拍的这个 Max 版，它就是这是一个505的续航，它是3元锂的电池，它还有一个小一点的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，那个是新旺达的，是52度的一个电池，续航是在350左右。90的油箱，咱们刚才说都是60升的，70的油箱呢都是45升的。小电池的那个版本，它的满电续航是能够到1300多，然后咱们这个大电池的版本，它的续航就能够到1400多。但是今天70这台车，我们就只能够来看它的外观，它们俩感觉上前脸上长得是一模一样的。但这个饰板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它等于是有双饰板，就除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枪色的，它还有金色、银色，然后还有一个镂空的一个黑色的。我们现在拍的这台70，它这个颜色叫做蝴蝶谷蓝，它这边是有风道的，这个位置它是有主动式的进气格栅的。整个的昆仑架构的车啊，它现在看就是都是增程的车，它也不做纯电，也不做插混的，他们就是做超级增程。增程器都是东安的，都是 1.5T 的。这个鼓呢，跟刚才我们看的90其实大小是一样，都是21的鼓，它是前后都是255的胎。刚才我们看的90是前255后265的胎，还有就是轮毂样式，现在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。但是我估计啊，就是小米肯定会有很多的轮毂样式可以让大家去选。既然不让开门啊，但是门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。没有那个小按钮是吧？但也是这种半隐藏的，它是没有电动门，机械的这种打开的。还有就是这台车现在它也没有做电动踏板。我们现在说到的就是都是4驱版本的车型，它后面会有上2驱版的车型。我们现在感觉到的就是说70是比较素的一台车，它整体的售价我们现在猜可能也是在22万、23万左右，它就是能把整个你的入门的门槛拉得很低。然后现在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尾灯整体不点亮的情况下，它是一个白色的一个灯，就不是那种红色的，它是整个的一个这种星环灯。但实际上它下面的这一条不是它的灯体，它是整个是上半部分环下来的，这块就是它的辅助驾驶的小蓝灯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70的 Max 版本，它的后方是不带激光雷达的。90的那个后方不是有激光雷达吗？它只有1颗激光雷达，就是正前方的那个鹅卵石的激光雷达。